塑料打包盒不要扔，简单改一改，放在厨房特别实用，立马变得干净整洁了，而且一年能省不少钱。看完真觉得人家特别有智慧，长知识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这种打包盒还真实用，用来打包些剩菜剩饭呀，或者是有喜欢吃的外卖呀。相信大家家里时常会有这种塑料打包盒了。可是大部分人家庭呢，都会把塑料打包盒当垃圾直接扔掉了。其实只要随手一改造，它就可以变成非常实用的家居小用品，而且保证每家每户都能用得到。一起往下看。这边用剩下的打包盒我们清洗干净，晾干水分，然后将底座翻过来向上，跟着我们用电烙铁在一侧烙几个孔。如果家里没有电烙铁，可以用起子烫一烫，也可以这样烙，或者直接用剪子剪下一个边也行。做这一步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小心些，不要伤到自己，烫到可不得了。如果您是用剪子剪下的话，在用小剪子去剪盒子的时候呢，由于塑料盒子比较硬、比较脆，比较容易裂开，您可以将盒子里面呢装一点热水，稍微涮一涮，让这个塑料变软，这样呢会更方便您来操作哦。好了，就弄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到水池边，我们在另外3侧没有打孔的地方呢，打上热熔胶。然后趁热呢，给它粘到水池边上，用力压紧，然后等它冷却凝固定型。那么您有想到这样改造好的塑料壳究竟有什么妙用了吗？是的，厨房里的一日三餐总是少不了刷刷洗洗，平时刷碗的时候呢，都要用洗碗布呢去刷一刷。这种带有纤维层的洗碗擦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用，而且起泡沫也特别多。可是每次刷洗完成之后呢，都是直接放在洗碗池旁边，不管放在哪个角落，这整个洗碗池旁边呢都会积累很多的水。现在天气凉还好，如果是夏天，这个地方呢就会黏黏的，还会产生很多的异味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细菌繁殖场。因此如果想让家里的洗碗池或者是其他东西保持干爽状态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抹布放到这个盒子里边，这样抹布上面的水分就会自己滴落到洗碗池内，从而顺着下水道流走了。处于悬空的状态，没一会儿抹布就会变得干爽了。现在不管是我们刷碗的这种海绵擦，还是什么钢丝球，都可以在洗完之后呢，直接放进这个小盒子中。下面放入东西之后，水就从边缘的地方直接流进水池中，既不会弄脏台面，又不会在里面滋生细菌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看妙招2。这边呢，我们准备一个完整的塑料盒，先把盖子取下来，我们放到菜盘上，取出小刀，我们把盖子中间这一个小长方形呢割下来。可以了，弄好之后呢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纸巾盒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纸巾放进去啦，盖子盖上来，它就是一个防水防油污的一次性纸巾盒了。然后我们在这个纸巾盒的底座打上热熔胶，再将其固定在厨房里就好。厨房一般使用纸巾最多的地方呢，就是在洗碗池旁边，还有灶台旁边，把盒子固定在这2个地方就可以。粘到墙上后呢，给它按一按，大概按上10几秒钟，等它能够固定住就可以了。然后松开手，等在其彻底稳固呢，就可以使用啦。在厨房里，手上呢经常会被弄到水啊油啊的，特别是在抽取纸巾的时候呢，特别容易弄得到处都是。有的时候呢，袋子里面剩的不多，往外掏纸巾的时候呢，也会弄得哪里都是油。现在这样抽取纸巾，那些烦人的问题是不是就都避免了啦？
并且由于厨房里边呢每天呢都会有油烟，与其花大价钱去买那种成品的纸巾盒放在厨房中去固定，不如放这种一次性的打包盒。因为那种成品的纸巾盒虽然它好看，但放在厨房真不实用。第一，它不好刷，第二，弄得很油很脏的时候，这个东西扔掉也比较浪费，刷又刷不干净。但是这种一次性的餐盒脏了之后，我们可以直接给它扔掉，一点也不心疼，既不用担心浪费，还省得后期呢去刷洗它，真的太方便了。以后家里面呢再有这种一次性的餐盒，就千万不要丢掉了，稍微改造一下就可以当做纸巾盒，又可以作为收纳盒，简单方便又实用，用完直接丢掉呢也不用担心浪费。好了，今天这个打包盒废物利用的小妙招就和您分享到这儿，赶紧动手去试一试吧，效果绝对会让你满意哦。学会记得把它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。如果您有更好的建议好方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哦。您的留言和分享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求的人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